冬天我們要多吃蘿蔔。今天用蘿蔔搭配五花肉，會是一道好吃又營養的下飯菜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首先準備一小塊五花肉，放在燒紅的鐵鍋裡面，燙至表面微微金黃。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豬毛以及毛腥味，高溫還能讓豬皮的蛋白收縮定型，凍煮後更 Q 彈，同時增加香味。放在溫水中浸泡5分鐘左右。接下來用小刀把燒焦的部分刮洗乾淨。因為今天的五花肉不需要焯水，所以清洗這一步特別關鍵。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可以減少很大一部分的腥味。不管是做紅燒肉、烤肉還是米粉肉，我們一定要把豬皮燙一下，這樣可以減少很大一部分的腥臭味。放在乾淨的清水中，或者是流动的清水下都淘洗2遍，然後再簡單的給下刀。首先切成1.5公分左右的小長條，然後再切成1.5公分左右的小方塊，切成和麻醬大小差不多就可以啦。挑選五花肉，我們一定要挑選這種五花3層的，有回又有瘦，這樣的五花肉回瘦相間，吃起來一點都不油膩。全部處理成視頻中這樣，放在大一點的盆中備用。接下來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，準備小塊去皮的老薑切成薄片，放在盤中，加入一小塊桂皮，一個大一點的八角，2到3片香葉。起鍋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接下來把切好的五花肉直接倒在鍋中，開小火快速翻炒均勻，把五花肉炒出油脂。五花肉我們千萬不要焯水，不然營養和口感都會大打折扣。隨着溫度的升高，五花肉慢慢的炒出了多餘的油脂，表面也炒成了金黃色。喜歡吃五花肉的，我們就不需要炒太乾，炒制成視頻中這樣，把五花肉直接撈出來，多余的油脂倒在盤中，可以用來炒大白菜。鍋裡底油，下入準備好的冰糖，開小火把冰糖炒至融化。我們要提前炒一個糖色，隨着溫度的升高，冰糖慢慢的炒至融化，然後再變成了香油色。再次翻炒，慢慢的變成了琉璃色。這個時候把火關掉，利用鍋中的餘溫，糖漿慢慢的變成了棗紅色。小泡變大泡的時候，我們把煎制好的五花肉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翻炒均勻，使五花肉的表面都能夠裹上糖漿，然後再加入多一點的開水或者是溫水。把準備好的薑片、八角、桂皮、香葉直接倒在鍋中，加入小半勺的生抽醬油調味。開小火靠上鍋蓋，大約燜煮15分鐘左右。利用這段時間，準備一條胖乎乎的大蘿蔔，用清水把表面的泥沙清洗乾淨，然後用削皮刀把蘿蔔的外皮削乾淨。我們要挑選表面光滑、掂起來沉甸甸的，這種蘿蔔沒有空心，口感會更好一些。奶奶常說，冬天的蘿蔔賽人參，所以我們一到冬天一定要多吃一些蘿蔔。蘿蔔的全身都是寶，蘿蔔皮曬乾還可以炒臘肉。頭尾的肉質比較硬，我們要切掉一小部分。接下來簡單的給下刀，首先對半切開，然後再把蘿蔔切成4等份。接下来把蘿蔔切成三角形塊，這樣不僅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
我們盡可能的切捲圓一些，使其在後續的烹飪過程中成熟度一致。看似平淡無奇的蘿蔔，富含多種維生素、礦物質以及膳食纖維，還可以維持腸道健康，幫助消化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打開鍋蓋看一下，哇，好香啊！整個廚房都是五花肉的香味。把裡面的八角、桂皮、香葉以及薑片挑選出來，接着把白蘿蔔直接倒在鍋中，稍微的整理一下，使蘿蔔完全浸泡在湯汁裡面，加入大半勺的食鹽提前入下底味，再次靠上鍋蓋，大約燜煮10分鐘左右，使蘿蔔和五花肉充分的融合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打開鍋蓋看一下，現在的湯汁越來越少了，現在的五花肉和蘿蔔已經完全的入味了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。開大火，把鍋裡面的湯汁收至濃稠。關鍵的一步，加入少許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，讓肉香和蘿蔔的甜都鎖在湯汁裡。我們吃的是食材的本味，不需要添加太多的調味料。加入水淀粉還可以增加菜品的光澤度，燒制成視頻中這樣就可以出鍋啦。一道營養又美味的蘿蔔燒五花肉就這樣做好啦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如果你也喜歡這種做法，就趕緊收藏起來，有時間做給家人們嘗試一下，肯定不會讓您失望的。加入切好的蔥花點綴一下，同時增加香味。這樣做出來的蘿蔔燒五花肉，五花肉酥辣入味，蘿蔔吸滿油脂，一口掀掉眉毛，吃起來比肉還要香。我家一星期吃8次都不膩，主要是操作還十分簡單，廚房小白都能夠輕鬆的掌握。軟嫩的蘿蔔不僅吸滿肉香，還把油脂轉化為清甜，冬天吃上一鍋，暖身又養生，營養直接拉滿。如果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收藏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